我穿成冷宫最低等的宫女，日日被逼着往废井里扔带血的坚实。他们说井里是蛇蝎心肠的废后，罪有应得。可我看着那些石头，只觉心惊肉跳，人人抢着砸最尖的石，唯有我次次砸在井壁，还偷偷往井里塞馒头，直到井底传来男声，我才如遭雷击。这根本不是废后，是3年前被诬陷谋逆的前太子萧景尧。后来他浴血登基，将我这个人人可欺的宫女亲手捧上开国皇后的宝座。我醒来时，后脑勺还在一阵阵的抽痛，入眼是斑驳脱落的墙皮和头顶结着蛛网的破旧房梁，通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挥之不去的霉味，混杂着草木腐烂的酸气。还没等我理清自己是个现代社畜，熬夜加班猝死后穿越了的狗血事实，房门就吱一声被粗暴地推开，一个穿着灰扑扑宫女服、脸上带着刻薄相的女人走了进来，她的眼神像淬了毒的钉子，狠狠扎在我身上。我被她厉声呵斥，质问我装懒偷懒，石头未搬完，还扬言要罚我挨鞭子。我脑中瞬间涌入一股不属于我的记忆，原主也叫江青，是冷宫里最低等的洒扫宫女。昨天因为动作慢了些，被这个叫翠儿的掌事宫女一脚踹在石阶上，磕破了头，就这么一命呜呼了。而我成了她愤怒极致的愤怒。在21世纪，就算是老板也不能这么对我。可眼下我只能挣扎着爬起来，低眉顺眼的跟在翠儿身后。这就是皇权社会，人命如草芥。我被带到冷宫后院，那里有一口被铁链粗暴锁住的废井，井口半人高，周围散落着一堆大小不一的石头。10几名和我一样穿着粗布工装的宫女正机械的麻木的将石头一块块搬起扔进井里，石头撞击井壁发出刺耳的声响，然后是沉闷的落水声，偶尔还伴随着一声从井底深处传来的被压抑到极致的痛苦闷哼。翠儿叉腰厉声催促，扬言听不到井底动静就罚众人断了晚饭。他说井里关着的是被废黜的皇后，心肠歹毒，谋害皇嗣，罪有应得。日日投食就是要让他在无尽的折磨中慢慢死去。恐惧，一种从骨子里渗出的恐惧。我看着那些宫女，她们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像是早已习惯了这份血腥的工作。她们甚至会特意挑选那些棱角被打磨得异常尖锐的石头，脸上划过一丝变态的快意。翠儿塞给我一块磨尖的锐石，冰冷刺骨，边缘几乎划破我的掌心。我心脏狂跳，实在不敢往活人身上扔这么尖锐的石头。我是连杀鸡都不敢看的现代人，根本做不到这般残忍。我正犹豫，翠儿便厉声呵斥，骂我磨蹭找死，求生欲战胜了一切。我闭眼扔出石头，拼尽全力调转方向，砸在井壁。一声巨响，井底传来清晰的痛哼，我的心瞬间被狠狠攥住，负罪感与恐惧感交织在一起，几乎让我窒息。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次次假装用力，只敢让石头撞向厚实的井壁。翠儿并未察觉我的小动作，只是不停不耐烦的催促。傍晚，我们领到晚饭，一碗稀的照见人影的米粥，一个硬如石头的杂粮馒头。翠儿走到我面前，一把抢走我的馒头，斥责我动作迟缓，只配喝粥。极致的屈辱席卷而来，我却不敢反抗，只能端着稀粥走到角落。饥饿感像火一般灼烧着我的胃，难受至极。身旁相熟的小宫女怜悯地望着我，趁翠儿不注意，偷偷塞给我半个馒头。她低声叮嘱我，快藏好，千万别被翠儿发现。我攥着那半块还带着余温的馒头，眼眶瞬间一热。在这吃人的冷宫里，这一点点善意珍贵的如同无价之宝。我没舍得吃，喝完粥便将半个馒头小心翼翼藏进怀里。深夜，我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鼾声，脑海里反复回荡着白天井底那声痛苦的闷哼，久久无法平息。那真的是个蛇蝎心肠的废后吗？可无论他犯了什么罪，这种日复一日的酷刑也太过残忍。我的胃在抗议，叫嚣着让我吃掉那个馒头，可一个念头却鬼使神差的在我脑中疯长。井底的人一定更饿吧？我满心挣扎，天人交战，快要撕裂自己。我自身难保，馒头是活命希望，可同理心让我难心安。善良终究战胜了理智。我悄悄溜出房间，冷夜死寂，月光惨白。我攥着布袋绑好馒头，垂入井底。布袋越放越长，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绳端传来轻拽，他或者他拿到了。我刚松口气想收袋，井底突然飘来虚弱嘶哑的声音：你是何人？翠儿塞给我磨尖的锐石，冰的刺骨，边缘险些划破掌心。我心脏狂跳，不敢往活人身上扔锐石，我连杀鸡都不敢看。我正犹豫，翠儿厉声呵斥，骂我磨蹭找死，求生欲压过一切。我闭眼扔石，拼命调转方向，砸向井壁。巨响过后，井底传来痛哼，我的心狠狠揪紧，负罪感与恐惧感交织，我几乎窒息，整日都在假意投食。傍晚领饭，稀粥照饮，馒头硬如石头，却被翠儿一把抢走，极致屈辱涌上心头。我不敢反抗，饥饿灼烧着肠胃。相熟小宫女偷偷塞我半块馒头，低声叮嘱我藏好。我攥着带余温的馒头，眼眶发热，这善意是冷宫唯一的光。我没舍得吃，把馒头藏进怀里。深夜满脑子都是那声痛哼。井底突然传来声音，没有风怨，只剩深渊般的威严。我血液凝固，魂飞魄散，转身狂奔，心脏快要跳出喉咙。那夜我彻夜未眠，恐惧好奇交织，快要把我逼疯。次日投食，我心虚不敢抬头，生怕翠儿察觉异样。我依旧砸井壁，井底一片死寂，像昨夜只是幻觉。当晚我攥着馒头，满心恐惧，却又生出怜悯与好奇。我终究心软，带着馒头和水，用布袋垂入井底。我压低声音表明身份，说自己只是可怜她的过路宫女。井下沉默，片刻嘶哑的声音点破：我每日扔的都是顿时。我的心猛地一沉，浑身冰凉。他发现了，我吓得语塞，不知该如何回应。他出声安抚我，称我不必惊慌，若想害他，便不会送食。继而追问旁人说井里关的是谁。我如实作答，称井里是废后。井下传来一声极轻的冷笑，那笑声里充满了无尽的悲凉与嘲讽。他沉声驳斥，斥责李氏皇族颠倒黑白，自报姓名为萧景尧。萧景尧这个名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原主的记忆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是大楚王朝的前太子，文韬武略，天
天纵奇才，深受先帝喜爱。然而3年前，他却被诬陷与敌国勾结，意图谋反，被当时的皇叔，也就是现在的穆帝下令废黜，秘密处死。原来他没死，他被关在了这里，还被污蔑成了废后，震惊极致的震惊。我脚下这口废井关着的不是什么蛇蝎毒后，而是一个本该继承大统的太子。这个秘密太大了，大到足以让我粉身碎骨。我声音颤抖，再次确认他的身份。他语气笃定，称自己如假包换，还道出我的名字，点名布袋上的名牌暴露了身份。我的心脏骤停，他连我的名字都知道了。我们之间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彻底绑在了一起。我刚想开口，就被他打断。他安抚我不必惧怕，称我是他3年来唯一的光，点明我俩是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他说的没错，从我投下第一个馒头开始，我的命运就和他绑死了。他下令让我继续投喂，转而索要外界消息，承诺教我在冷宫求生。作为回报，我的金手指，一个被困在井底的太子，真的能帮我？次日，翠儿找茬，嫌地面不干净，要罚我跪1个时辰。我慌了神，昨夜萧景瑶的话骤然浮现。翠儿欺软怕硬，抓他话里漏洞，强势反问。他必心虚，我深吸气，抬眼直视翠儿。我厉声反问：区域是他分派，标准是他定，为何乱改规矩？话音虽轻，却字字铿锵。翠儿愣住，没料到我敢反驳，他无言以对，转而恼羞成怒，斥我顶嘴。我低头示弱，语气不卑不亢，称只想厘清规矩，甘愿受罚。众人围观，翠儿脸色铁青，怕落人口实，他恨恨跺脚，骂我牙尖嘴利，愤然离去。我赢了，心底翻涌着狂喜。萧景瑶说的没错，他能护我。自此，我与萧景瑶的地下联络正式开启。我搜集宫闱秘闻，用布袋传讯给他，他运筹帷幄，指点我化解冷宫危机。一次次往来，信任悄然生根，我成了他的眼线，事无巨细禀报宫中人脉动向。他做我的智囊，帮我避开刁难，拉拢受气宫女。我的反常终究引来了翠儿的疑心，他像毒蛇般紧盯我，尤其怀疑我深夜去井边的举动。某夜我照常投喂，浑然不知翠儿尾随在后。次日清晨，冷宫李公公带侍卫闯进屋，翠儿紧随其后，满脸得意冷笑。李公公厉声呵斥，污蔑我偷窃东宫旧物。侍卫们二话不说，直奔我床底翻查。很快，他们就从我的枕头底下翻出了一个小小的雕刻着龙纹的玉佩。我浑身冰凉，这玉佩我根本没见过，是陷害。我急忙辩解，称玉佩并非我所有，自己绝无偷窃行为。翠儿尖声叫嚷，指出玉佩是废太子旧物，宫中有当，咬定我偷窃，称按宫规此罪当斩，死罪。这2个字像2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百口莫辩，只能绝望地看着李公公。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但很快就被冷漠掩盖。就在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脑海里突然想起了昨晚萧景瑶对我说的话。那时我正跟他抱怨翠儿盯我盯得紧，他说他若要害你，必然会用最毒的计，偷盗是最常见的手段。若真有那一日，你不要慌乱，只需记住，越是看似绝境，越有生机。你要反咬一口。反咬一口？怎么咬？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脑飞速运转。我突然抬头，目光灼灼地看向翠儿，声音里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惊恐和委屈。我谎称玉佩是翠儿昨日所赠，称她说是前朝不值钱的小物件，能换吃食。翠儿脸色一变，厉声斥责我胡说八道。我豁出去，大声辩驳，顺势将矛头指向翠儿，质疑她被人蒙骗。翠儿气得浑身发抖，骂我血口喷人。我泪眼婆娑地转向李公公，陈述自己身为低等宫女，绝无潜入东宫的可能，点明翠儿长氏身份更有机会接触宫外。我抛出杀手锏，提及翠儿当铺当差的远房表哥，质疑他栽赃嫁祸是为了变卖玉佩。此话一出，翠儿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确实有个在当铺工作的表哥，这是他平时为了炫耀自己有门路自己说出去的。李公公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他死死地盯着翠儿。李公公沉声追问翠儿核实我所言真假。翠儿慌得语无伦次，只知辩解自己被污蔑。就在这时，一个一直站在李公公身后毫不起眼的小太监突然上前，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李公公的脸色越来越沉，他猛地一拍桌子，他下令拿下翠儿，押往慎刑司严加审问。翠儿尖叫着被拖了下去。他临走前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和不可置信。危机解除，我脱力瘫倒在地。李公公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挥手带人离开。我察觉他眼神异样，立刻将此事告知井下的萧景瑶。井下沉默许久，萧景瑶语气微颤，道出李公公是他旧部，是故意护我。我的心猛地一跳，原来我和萧景瑶都不是孤身一人。翠儿被带走后，李公公找由头让我暂代长氏宫女之位，我的人生迎来转机。但我清楚，我和萧景瑶依旧身处险境。萧景瑶透过井口传话说，仅有耳目不够，还需要得力手脚与自保之力。他教我军中秘术、呼吸吐纳之法，我勤加练习后身轻体健，精神饱满。他嘱咐我以长氏身份探查冷宫前朝藏书阁遗留的密道。我在废弃库房角落发现了一块松动的地砖，掀开地砖，下方是阴风阵阵、去向不明的漆黑洞口。我将发现告知萧景瑶，他沉默许久，说时机快到了。几日后，李公公借口巡查找到我，平退左右，坦言知晓太子所有事宜。李公公坦言自己是太子伴读出身，太子蒙难后便被发配冷宫。他告知我，冠军侯已在京外秘密集结3万兵马，只待太子脱困。李公公郑重行礼，嘱托我转告太子，7日后墓地寿辰是脱困最佳时机，众人在城西碧云寺接应。我的心脏狂跳，起事之日终究要来了。我将消息传达给萧景瑶，井下传来他压抑不住的剧烈喘息。江青，准备好，7日后我要在这天换一番颜色。接下来的7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我和李公公暗中筹备绳索、衣物、干粮、清水，藏在库房中。我依旧每日去井边，扔下去的却是写满最终计划的纸条。第7日，墓地寿辰，整座皇宫张灯结彩，唯有冷宫依旧死寂沉沉。这份死寂之下，涌动着即将喷发的岩浆。入夜，我以内急为由，悄悄溜至库房，李公公早已在此等候。我们合力敲开井口铁链与石板，
转，将绳索垂入井下。李公公声音颤抖，呼喊：“殿下时辰已到。”片刻后，绳索猛地绷紧，我与李公公拼尽全力，一点点往上拖拽。我的手心被粗糙绳索磨得鲜血淋漓，却咬紧牙关，不敢松懈。终于，一个湿漉漉、瘦骨嶙峋的身影出现在井口。他上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萧景瑶。他浑身湿透，衣衫褴褛，凌乱长发贴在脸颊，常年不见天日。他的皮肤透着病态的苍白，身形瘦削到皮包骨头，可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那是一双燃着烈火的眼眸，藏着仇恨、隐忍、谋略，更有吞吐天下的野心。他虽狼狈至极，刻入骨髓的皇室威仪却分毫未减。他目光灼灼地看向我，开口确认我的身份，声音比井下时更清晰，带着久居上位的磁性。我紧张的心口骤停，应声作答。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难辨，有感激，有审视，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他坦言记下我的功劳，随即转向李公公，下令动身。李公公递上备好的衣物，搀扶着他迅速钻入密道。临走前，萧景瑶回头望向我，等我归来。不等回神，身后突然响起脆而阴冷的声音：“江青，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并没有过多解释，萧景瑶嘱咐我留下，继续扮演长氏宫女，掩盖她逃走的痕迹，必要时传递宫内最后消息。我是她留在敌人心脏里最关键的一枚棋子。萧景瑶离开后，冷宫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我依照她的吩咐，与李公公联手，巧妙伪装井口，制造废后并亡井底的假象，并上报朝廷。目的对此不闻不问，一个失事废后的死活，于他而言无足轻重，此事便就此结果。无人知晓，一条真龙已然挣脱枷锁。3天后，第一份800里加急战报如惊雷般传入京城，冠军侯率3万兵马以清君侧，助奸佞为名，在京郊起事，正挥师京城，整个朝堂瞬间炸开了锅。目的在金銮殿大发雷霆，怒骂冠军侯为反贼，当即调兵遣将前往镇压。我知道萧景瑶动手了，我的心是紧张，是隐秘的。我利用长氏身份游走于冷宫与各宫边缘，收集太监宫女的议论，将宫内布防、大臣战队、目的状态等情报汇总，通过李公公的秘密渠道传递出去。战况愈发激烈，冠军侯的军队势如破竹，打出奉前太子萧景瑶之命的旗号。萧景瑶这个名字再度响彻朝堂，引发滔天恐慌。目的终于醒悟，这不是普通叛乱，3年前的噩梦卷土重来了。他开始在宫中疯狂搜查，试图找寻萧景瑶的踪迹。可萧景瑶早已销声匿迹，宫内气氛愈发紧绷，肃杀之气笼罩每一个人。我依旧冷静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在夜深人静时望着京郊方向，默默祈祷。这不仅是萧景瑶的战争，也是我的战争。我把所有赌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半个月后，叛军攻破京城外围最后一道防线，兵临城下，京城4门紧闭，城内风声鹤唳，冷宫里人心惶惶，宫女太监纷纷偷偷收拾包袱，准备逃命。李公公找到我，神色凝重，告知我殿下大军今夜攻城，宫内即将大乱，询问我是否随他从密道先行撤离开。我望着这座囚禁我许久的牢笼，心中百感交集，曾日夜期盼逃离，此刻却心生犹豫。不，我不能走。我摇了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坦言要留下来，亲眼看着他君临天下。我要在他最辉煌的时刻，站在他能看见的地方。那晚的厮杀声响彻整座京城，金戈交鸣，惨叫震天，火光将半边夜空染成血红色。冷宫里早已乱作一团，宫女太监尖叫奔逃，往日规矩荡然无存。我没有逃窜，冷静返回房间，将衣物小心翼翼藏入怀中。那是我利用职务之便从内务府废弃档案中找到的几封目的当年与敌国暗通书信，构陷萧景瑶的亲笔信，这是他谋朝篡位的铁证。我凭借对宫内地形的熟悉，避开一波波乱兵，朝着皇宫核心太和殿前行。越是靠近，血腥味便越是浓郁。赶到太和殿广场时，战斗已接近尾声，萧景瑶的军队已然掌控整座皇宫。我看见了他立于大殿龙阶之上，身着玄色金龙铠甲，手持滴血长剑，火光映照下，往日的苍白虚弱尽数褪去，只剩君临天下的霸气与杀伐果断的冷冽。他的脚下跪着瑟瑟发抖的龙袍男人。目的，萧景瑶声音清冷，传遍整个广场，质问皇叔3年前将他投入废井时，可曾想过今日结局？目的涕泪横流，全然没了帝王尊严，苦苦求饶，愿归还皇位，只求留一条性命。萧景瑶眼神寒如寒冰，缓缓举起手中长剑。就在此刻，我穿过人群，一步步走向他，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这个不速之客身上。卫兵举起长矛将我拦下，让他过来。卫兵立刻放行。萧景瑶的声音响起，卫兵立刻放行。我走到他面前，在万众瞩目下，从怀中掏出那几封信。我抬头迎上他深邃的目光，语气坚定，呈上这份谋逆罪证。萧景瑶接过信件，匆匆扫过，嘴角勾起一抹冷冽弧度，将信甩在目的脸上。他厉声质问，铁证如山。目的再无辩驳之力。目的望着信件，彻底瘫软在地，面如死灰。萧景瑶不再看他，转而低头望向我，眼神在火光中变幻莫测。他突然伸手轻轻擦去我脸颊沾染的灰尘，指尖微凉，却让我心口猛地一颤。他低声夸赞我做得极好，话语只有2人能听见。随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牵起我的手，他声音威严，传遍四方，宣告我从此不再是冷宫宫女，而是他的女人。萧景瑶以雷霆之势肃清目的残党，登基为帝，改元开元。我江青这个昔日冷宫最低等的宫女，被直接册封为贵妃，次居交房殿，地位仅次于皇后。可后位一直悬空未立，朝堂之上为此争论不休，大臣们纷纷上奏，恳请新帝从世家贵女中遴选皇后，安抚前朝，稳固江山。所有人都清楚萧景瑶的心在我身上，可她执意立我为后，必将遭遇巨大阻力。非议之声如潮水般涌来，斥责我来历不明，不配母仪天下，甚至骂我妖妃媚主。我却毫不在意，从冷宫谷底到交房殿主，我已然知足，不愿成为她的负累。那天夜里，我主
主动劝说萧景瑶，提议立氏家女为后，我做贵妃便足矣。他正在批阅奏折，闻言放下笔，走到我身边，将我拥入怀中。我的皇后只能是你。他语气不容置疑，坦言自己从井底爬出，不是为了向世家大族妥协。我担忧朝堂阻力，话未说完便被他打断。他眼神锐利，称众人嫌我无名无迹，他便为我缔造天大功绩。次日上朝，萧景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细数我在冷宫3年的所作所为。他讲述我舍命投喂，冒死传信，关键时刻献上铁证的种种过往，直言我居功至伟。他朗声质问百官，如此奇女子配不配做他的皇后？大臣们哑口无言。没人想到，这个柔弱女子竟在改朝换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位老臣仍不服气，站出来辩驳，称母仪天下需德行智慧，而非一腔孤勇。萧景瑶尚未发怒，我便上前盈盈一拜，平静附和老臣的说法。我言辞犀利，反问老臣前朝后宫的冤魂与杀戮，点明合格皇后的真谛。我的话一针见血，老臣涨红了脸，无言以对。我继续坦言，若我为后，不敢保证人人满意，但定会肃清后宫戾气，杜绝草菅人命，以公正规矩护宫人尊严，这便是我的德行与智慧。话语掷地有声，朝堂之上一片寂静。萧景瑶望着我，眼中满是欣赏与骄傲。他握紧我的手，对着满朝文武朗声宣告：即日起，册封江青为我大楚开国皇后，朕意已决，天地共鉴。我成了皇后，我没有像其他皇后那样沉迷于华服和权力。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后宫。我废除了许多不人道的宫规，提高了宫女太监的月钱和伙食。我建立了病房，让生病的宫人也能得到医治。我甚至开设了内书堂，让有天分的宫女太监可以读书识字。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在抬举下人。萧景瑶却给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她柔声宽慰我，让我放手去做，坦言她会做我最坚实的后盾。有了她的支持，我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再也不负前朝的乌烟瘴气。我也积极参与国事，我将我所知的现代农业知识，比如改良稻种、推广肥料，都告诉了萧景瑶。她命人试验，果然大获丰收。我建议她兴办女学，让女子也能读书。我提议她完善孤儿院和养老院的制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我的许多想法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但萧景瑶却总能看穿其背后的深意，并付诸实施。我们夫妻2人，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得天衣无缝。新的王朝在我们共同的治理下，迅速地走上了正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一日，有侍卫来报，说是在逃难的流民中抓到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查验身份后，发现竟是当年冷宫的长侍宫女翠儿。侍卫询问我该如何处置，我去看她，她早已没了当年的嚣张气焰，变得又老又丑，神志不清。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别打我，别打我。京城大乱那天，她逃了出去，却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最终沦为乞丐，被人打傻了。这就是她的报应。我没有再为难她，我只是淡淡地吩咐侍卫将她贬为贱籍，逐出京城，永世不得踏入。再给一笔钱让她自生自灭，以德报怨吗？不，对她来说，活着比死更痛苦。而我早已不屑于与她计较，我的眼界早已是整个天下。时光荏苒，一晃10年，在大楚，开元帝与姜皇后是一段无人不知的传奇。他们夫妻同心，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百姓安居乐业，国泰民安。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萧景瑶陪我散步，不知不觉竟走到了冷宫的旧址。这里早已被推倒，改建成了一座精美雅致的御花园，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我站在一处假山前，恍惚间仿佛还能看到那口被铁链锁住的废井。我想起了自己刚刚穿越而来时的恐惧与无助，我想起了第一次投喂馒头时的紧张与挣扎，我想起了在井边与他夜夜密谈的惊心动魄，一切都恍如隔世。萧景瑶从身后轻轻环住我的腰，下巴抵在我的肩窝，柔声问我在想什么。我轻声感慨，若是当年没有藏起那半个馒头，不知如今会是何种光景。萧景瑶收紧了手臂，声音低沉而温柔，坦言没有如果，上天注定我要成为他的光。他顿了顿，在我耳边轻笑，坦言自己早已注意到我，在我扔第一颗顿石时，那份笨拙的善良就刻在了他心上。我心中一暖，回头看他，阳光下他褪去了帝王的威严，眼眸中只剩下对我化不开的柔情。10年岁月只让他的面容更添成熟魅力，却没有在你我之间留下一丝隔阂。幸得当年井底相逢，方有今日盛世于我。他执起我的手，在唇边落下一吻，我笑了。当年井底的每一次投喂，我以为只是在救他，到头来才发现那也是在救我自己。我靠投喂废井下的陌生人，从一个人人可欺的冷宫宫女，逆袭成了母仪天下的开国皇后。我的善良最终为我赢得了这世间最盛大的回报和一个爱我如生命的男人。我们执手相看，身后是万里锦绣江山。我知道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风穿过御花园的花枝，卷起漫天落英，拂过我与萧景瑶相握的手。他掌心的温度滚烫，一如10年前太和殿上他牵起我时那般，从未有过半分凉薄。我侧头看他，褪去了当年井底的阴翳，也磨平了登基之初的戾气，只余下沉稳与温润，独独对我展露的温润。他似是察觉到我的目光，低头回望过来，眉梢眼角都染着笑意，问我是不是又在笑他一把年纪，还总爱黏着我。我忍不住弯起唇角，摇了摇头，指尖轻轻抚过他鬓角新添的几缕银丝。这10年，他为了这江山社稷，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从不是史书上轻飘飘一句开元盛世就能道尽的。而我能做的，便是陪在他身边，替他分担风雨，守好这后宫，也护好这天下的烟火人间。就在这时，贴身宫女婉晴快步走了过来，屈膝行礼，脸上带着几分难色。我心头微顿，知道若无要事，婉晴绝不会在我与萧景瑶独处时前来打扰。萧景瑶敛了笑意，沉声问他出了何事。婉晴垂着头，低声回禀说，前朝丞相柳红联合数位老臣在御书房外跪请，要陛下广纳妃嫔，绵延子嗣。这话一出，周遭的空气瞬间冷了几分。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身侧萧景瑶身上散发出的凛冽寒意。登基10年，他后宫之中自
始至终只有我一人。满朝文武，从最初的苦口婆心，到后来的旁敲侧击，再到如今的聚众跪请，从未断过让他充盈后宫的念头。他们总说我虽为皇后，却只诞下一位太子，子嗣单薄，不足以稳固国本。他们总说帝王后宫当广纳世家贵女，平衡前朝势力，安抚朝堂重臣。可他们不懂，萧景瑶要的从不是什么势力平衡，她要的是这江山万里，海晏河清，是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再无旁人。我轻轻拍了拍萧景瑶的手背，示意她莫要动怒。她转头看我，眼底的寒意瞬间散去大半，只剩下无奈与歉疚。她低声对我说，又让我受了这些嫌弃。我笑着摇了摇头，说这些话我听了10年，早就免疫了。倒是她莫要为了这些事伤了与大臣之间的和气。萧景瑶冷哼一声，说一群老匹夫管天管地，竟还管到她的后宫家事上来了。她牵着我的手，抬步便往御书房的方向走，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她说，今日她便把话说清楚，往后谁再敢提充盈后宫之事，休怪她不念君臣情分。我连忙拉住她，劝她不必如此急躁。柳红是当朝丞相，出身百年世家，河东柳氏，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如今带头跪请，绝非只是为了绵延子嗣这么简单。这10年，我推行后宫改革，削减世家女入宫的特权，又在朝堂之上协助萧景瑶推行科举新制，打破世家对官场的垄断，早已触动了这些世家大族的核心利益。他们如今逼宫般的跪请，不过是想借着纳妃的由头，往萧景瑶身边安插眼线，重新夺回失去的权柄罢了。萧景瑶停下脚步，低头看我，问我是不是又有了什么主意。我仰头看他，笑着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想送贵女入宫，那我们便应下便是。萧景瑶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可置信，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他在生气，气我竟要让他那别的女人入宫。我踮起脚尖，轻轻抚平他紧蹙的眉头，凑到他耳边，低声把我的计划说了出来。他听着听着，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眼底的怒意也化作了欣赏与笑意。他捏了捏我的脸颊，笑着说，也就我敢这么算计，这些老狐狸也就我总能想出这些出其不意的法子。我笑着说，总不能让他们天天揪着这点事，扰了我们的清静，更不能让他们借着这个由头坏了我们推行多年的新政。当日下午，萧景瑶在御书房召见了柳红一众大臣，他没有像往常那般直接驳斥，反而松了口，说众臣所奏也有几分道理，绵延子嗣却是国本大事。柳红等人闻言皆是喜出望外，连忙叩首称颂陛下圣明。可他们还没高兴多久，萧景瑶便话锋一转，说纳妃可以，但她有3个条件。第一，此次纳妃不拘出身，无论世家贵女还是寒门小户之女，但凡品行端正，无不良嗜好者，皆可参选，不得有门第之限。第二，所有参选女子需经过笔试与面试2轮考核，笔试考经史子集、农桑医算，面试查品行心性、言行举止，择优录取，不得凭家世徇私。第三，此次纳妃仅选3人，且入宫之后只封才人、美人等低阶位分，无特殊功绩，不得进封，更不得干预后宫诸事。这3个条件一出，御书房内瞬间鸦雀无声。柳红等人的脸色从刚才的喜出望外瞬间变得铁青，他们本想借着纳妃的由头，把自家的女儿侄女送进宫来，占据高位，安插眼线。可萧景瑶这3个条件直接把他们的算盘打得稀碎。不拘出身便打破了世家对后宫位分的垄断，考核选录便让那些只懂琴棋书画、不通庶务的世家贵女没了半分优势，仅选3人，还只封低阶位分，更是让他们想借后宫女子争权的念头彻底落了空。柳红当即上前躬身劝谏，说陛下此举不妥，后宫妃嫔当出身名门，方能匹配天家，岂能让寒门女子污了宫闱？萧景瑶靠在龙椅上，眼神冷冽，反问他，柳丞相是觉得这天下的百姓寒门出身的皆是卑贱之人，还是觉得他定下的规矩柳丞相可以随意智慧？一句话问得柳红浑身一颤，连忙跪地叩首，说臣不敢。其他大臣见状，也再无人敢多言半句。萧景瑶冷哼一声，说此事就这么定了，3日后便在京中设下选妃典，昭告天下，凡适龄女子皆可参选，谁敢从中作梗，以欺君之罪论处。众臣只能悻悻然地叩首告退，一个个脸色难看至极。消息传到后宫时，我正陪着太子萧念在书房读书。萧念今年8岁，眉眼像极了萧景瑶，却偏偏继承了我的性子，温和善良，却又聪慧通透，一点就透。他放下手中的书卷，抬头问我，父皇真的要纳妃嫔入宫吗？我摸了摸他的头，笑着问他，怎么怕有了别的妃嫔，父皇母后就不疼你了？萧念摇了摇头，小脸上带着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沉稳，说他才不怕，父皇心里只有母后，他只是怕那些人入宫会给母后添堵。我心头一暖，把他揽进怀里，说放心，母后能应付得来，这后宫永远都是母后说了算。婉晴在一旁笑着说，皇后娘娘圣明，那些世家的算盘全被娘娘和陛下打得稀碎，如今柳丞相回府，怕是气得摔了不少东西。我笑了笑，没再多言。我知道这只是开始，柳红和那些世家大族绝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他们既然敢带头逼宫，就一定还有后招。果然不出3日，京中便开始流传起各种关于我的谣言。先是有人说我出身低微，不过是个冷宫宫女，能坐上后位，全凭媚上惑主，根本不配母仪天下。后来又有人说我当年在冷宫与被废的太子私相授受，秽乱宫闱，乃是失德之人，根本没资格执掌凤印。更有甚者，竟编造出我是妖女转世，用妖术迷惑了陛下，才让陛下独宠我一人，甚至说我推行的新政都是妖法，会祸乱大楚江山。谣言愈演愈烈，从京中传到地方，甚至有地方官员上书劝谏陛下废后，以安民心。婉晴把这些事报给我时，气得浑身发抖，说这些人简直是血口喷人，一定要让陛下严查，把散播谣言的人都抓起来。我却异常平静，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这些谣言看似是针对我，实则是冲
冲着萧景瑶，冲着我们推行的新政来的。他们想借着这些谣言动摇我的后位，离间我与萧景瑶的感情，进而搅乱朝堂，让新政无法继续推行。萧景瑶得知此事时，怒不可遏，当即下令让大理寺严查，势必要把背后散播谣言的人揪出来，碎尸万段。他匆匆赶回交房店，一进门就把我紧紧抱在怀里，语气里满是心疼与歉疚。他说：“都怪他没有护好我，才让我被这些污言秽语重伤。”我回抱住他，轻声安抚，说我没事，这些谣言伤不到我分毫。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想说什么便由他们去说。萧景瑶松开我，看着我，眼底满是坚定，说他绝不会让任何人诋毁我，谁敢说我一句不是，他就要谁的命。我笑着摇了摇头，说严查自然是要严查的，但不必如此急躁。散播谣言容易，可想要揪出背后的人却没那么简单。柳红老奸巨猾，绝不会留下直接的把柄，我们若是贸然动手，反而会打草惊蛇。更何况如今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应对。就在谣言闹得沸沸扬扬之时，边境传来了800里加急的战报，北狄率领10万铁骑突袭我大楚边境3关，连破2座城池，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边境守将战死，残兵退守雁门关，急待朝廷派兵支援。战报传入朝堂，瞬间炸开了锅。萧景瑶当即召开朝会，商议出兵之事。朝堂之上分为2派，一派是以柳红为首的主和派，说北狄兵强马壮，我大楚10年无战事，军备废弛，不宜开战，建议割地赔款，与北狄议和，安抚对方。另一派是以冠军侯为首的主战派，说北狄狼子野心，割地赔款只会助长对方的气焰，唯有出兵迎战，将其打服，才能保边境安宁。两派争执不休，吵得不可开交。萧景瑶坐在龙椅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登基10年，励精图治，整顿军备，绝非柳红口中的军备废弛。可柳红等人为了打压主战派，竟不惜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更让他心寒的是，北狄此次突袭时机太过巧合，恰逢京中因纳妃之事闹得不可开交，关于我的谣言四起，朝堂人心浮动之时，北狄就精准地打了过来。这其中若说没有内鬼勾结，绝无可能。朝会散后，萧景瑶回到交房店，一脸疲惫。我给他递上一杯热茶，轻声问他，可是朝会上不顺利。他接过茶杯，叹了口气，把朝会上的事跟我说了一遍，又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虑。我坐在他身边，静静听着，等他说完，才缓缓开口。我说，北狄此次来犯，绝非偶然，定是与朝中的内奸有所勾结，而这个内奸十有八九就是柳红。萧景瑶抬眼看我，问我为何如此笃定。我给他细细分析，柳红为首的世家大族，因新政的推行，利益屡屡受损，早已对萧景瑶心怀不满。他们逼宫纳妃不成，散播谣言也没能动摇我的后位，自然要另寻他法。而边境战事便是最好的机会，若是主战，他们便可以借着战事克扣军饷，拖延粮草，让前方大军战败，进而归罪于萧景瑶和主战派，动摇皇权。若是主和，割地赔款，便可以借着议和的由头，与北狄暗中勾结，里应外合，谋取更大的利益。无论战与和，他们都能从中渔利。萧景瑶的眼神越来越冷，手指紧紧攥住了茶杯，指节泛白。他说，柳红这个老匹夫竟敢通敌叛国，他真是活腻了。我按住他的手，说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贸然动他，更何况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边境的战事。他问我可有什么良策，我沉吟片刻，说出了我的想法。第一，必须主战，而且要速战速决，绝不能给柳红等人从中作梗的机会。第二，任命冠军侯为主帅，率领5万精兵前往雁门关迎战北狄。冠军侯是萧景瑶的心腹，忠心耿耿，且作战经验丰富，定能不负所托。第三，改良军械，我把现代所知的火药配方、投石机的改良之法，还有连弩的制作图纸都交给工部，日夜赶工送往边境，这些东西定能让北狄铁骑吃尽苦头。第四，整顿后勤，设立专门的粮草督运官，由我亲自督办，绝不让粮草出现半点差错，断了柳红等人从中动手脚的机会。第五，留下后手，在京中布下天罗地网，盯着柳红等人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们敢与北狄私通书信，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便可以人赃并获，一举拿下。萧景瑶听完，定定地看着我，眼底满是惊艳与动容。他一把将我揽进怀里，声音低沉而沙哑，说他何德何能，能得我相伴一生。他说这天下有我一半的功劳。我笑着靠在他怀里，说夫妻之间本就该同舟共济，更何况这江山也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守好它。第二日，萧景瑶再次上朝，力排众议，下了圣旨，任命冠军侯为镇北大将军，率领5万精兵，3日后出征迎战北狄。命工部按照我给的图纸，日夜赶工改良军械，不得有误。命户部筹备粮草，由皇后江青亲自督办粮草督运事宜，凡有拖延克扣粮草者，可先斩后奏。圣旨一下，满朝皆惊，谁也没想到萧景瑶竟会把粮草督运这么重要的事交到我一个后宫皇后的手里。柳红当即上前反对，说后宫不得干政，皇后娘娘督办粮草，于理不合，于法不容。萧景瑶冷冷地看着他，说皇后乃国母，与朕共治天下，督办粮草，安抚军心，有何不可？柳丞相若是再敢多言，便以贻误军机论处。柳红被对得哑口无言，只能悻然地退了下去。其他大臣见状，也再无人敢反对。退朝之后，我便立刻着手组建了粮草督运的队伍。我从内务府和户部挑选了一批品行端正、做事严谨的官员，分成数个小队，分段负责粮草的运输。每一队都相互监督、相互核查，绝不给任何人动手脚的机会。我还制定了严格的粮草验收制度，每一批粮草出发前都要经过3次查验，到达驿站后再次查验，抵达军营后最终核验。但凡有半点差错，立刻追查到底。不仅如此，我还亲自去了粮仓和工部，查验粮草的质量，监督军械的制作。那些原本觉得我一个后宫女子不懂这些术务的官员，在看到我对粮草的配比、运输的路线、军械的制作细节都了如指掌，甚至比他们还要精通时，
时，皆是心服口服，再不敢有半分懈怠。萧景瑶来看我时，见我日日熬到深夜，眼底都有了青黑，心疼的不行，劝我不必事事亲力亲为，多注意身体。我笑着说，粮草是大军的命脉，半点都马虎不得，我多上心一分，前方的将士就多一分安全，这仗就能早一日打赢。他从身后抱住我，下巴抵在我的发顶，轻声说，辛苦你了。3日后，冠军侯率领大军出征，萧景瑶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城门送行。我站在城楼上，看着浩浩荡荡的大军远去，心中默默祈祷，愿他们旗开得胜，平安归来。大军出征之后，京中的气氛愈发诡异，柳红等人安分了不少，不再明着反对，可暗地里却小动作不断。我安插在刘府的眼线传来消息，说柳红近日频频与府中的神秘客人会面，每次会面都屏退左右，极为隐秘，而且刘府的人还多次与北狄的商队接触，行踪诡秘。我把这些消息都告诉了萧景瑶，萧景瑶当即下令让暗卫盯紧刘府的一举一动，凡是与柳红接触的人，全都一一查清底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与此同时，边境的战报频频传来。起初，北狄凭借着铁骑的优势，攻势凶猛，冠军侯率领大军坚守雁门关，避其锋芒，不与对方正面硬拼。柳红等人得知后，又开始在朝堂上煽风点火，说冠军侯未战不出，贻误战机，恳请陛下将其召回，另换主帅。萧景瑶对这些奏折看都不看，直接留中不发，全然不理。他信冠军侯，就像信我一样，从未有过半分怀疑。果然，不出10日，战局便迎来了反转。工部赶制的改良军械送到了边境军营，连弩射程远，威力大，一次可发射10支箭，对骑兵有着极强的克制力。改良后的投石机可投掷火药包，落地爆炸，火光冲天，能瞬间击溃敌军的阵型。冠军侯抓住机会，率领大军主动出击，先是用连弩挡住了北狄铁骑的冲锋，再用投石机轰炸对方的军营，打得北狄大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一战下来，北狄大军死伤过半，被迫后退30里。捷报传入京城，满朝欢腾，百姓们走上街头，欢呼雀跃，称颂陛下圣明，将军神勇。柳红等人的脸色却难看到了极点，他们没想到萧景瑶竟真的能打赢这一仗，更没想到我给的那些军械图纸竟有如此大的威力。我得知捷报时，正在核对下一批粮草的清单，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婉晴笑着说，娘娘真是神机妙算，有了这些军械，北狄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这仗我们赢定了。我笑了笑说，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北狄虽吃了败仗，但主力尚存，绝不会善罢甘休。而柳红等人眼见战事失利，定会狗急跳墙，做出更疯狂的事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几日后，暗卫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截获了柳红写给北狄可汗的密信，信中约定北狄大军继续牵制住冠军侯的主力，他则在京中发动政变，废掉萧景瑶，拥立穆帝的私生子萧泽为帝。事成之后，将边境3州割让给北狄，年年纳贡，永结盟好。不仅如此，暗卫还查到柳红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培养私兵，数量足有万人，就藏在京郊的别院之中，只待时机成熟便起兵逼宫。而那个穆帝的私生子萧泽，这些年一直被柳红养在府中，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借着他的名头行谋逆之事。看到这封密信，萧景瑶的眼中杀意滔天，他隐忍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柳红露出马脚，如今人赃并获，证据确凿，再也没有留情的必要。他当即召集了心腹大臣，还有留在京中的禁军统领，连夜部署，制定了抓捕计划。第2日清晨，天刚蒙蒙亮，禁军便兵分几路包围了刘府，还有京郊藏着私兵的别院。柳红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禁军破门而入，当场抓获。府中的萧泽，还有那些与柳红勾结的官员，也无一漏网，全部被抓。京郊的私兵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早有准备的禁军围剿，尽数擒获。从刘府中还搜出了大量与北狄私通的书信，还有谋逆的兵器、龙袍等物，铁证如山。消息传开，整个京城都震动了。百姓们得知柳红通敌叛国，意图谋反，皆是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恳请陛下严惩奸贼。朝堂之上，那些曾经依附柳红的官员吓得魂飞魄散，纷纷上书请罪，与柳红划清界限。萧景瑶坐在金銮殿上，看着底下瑟瑟发抖的重臣，眼神冷冽。他下旨柳红通敌叛国，谋逆大罪，凌迟处死，株连9族。参与谋逆的官员、私兵将领全部斩首，家眷流放3000里。穆帝私生子萧泽赐毒酒自尽。凡是依附柳红、贪赃枉法的官员，全部革职查办，按罪论处。一道圣旨，血洗了半个朝堂。那些盘踞朝堂数10年的世家大族，经此一役，元气大伤，再也没有能力与皇权抗衡，再也无法阻碍新政的推行，解决了柳红一党，京中的危机彻底解除。萧景瑶立刻下令将柳红通敌叛国的证据送往边境的冠军侯军营，同时让冠军侯拿着这些证据与北狄对峙。北狄可汗得知柳红失败，自己的阴谋败露，又被冠军侯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早已没了再战的心思。他当即派使者前往冠军侯的军营，递交降书，愿意俯首称臣，归还侵占的大楚城池，年年纳贡，永不再犯。冠军侯将降书快马加鞭送回京城，请萧景瑶定夺。萧景瑶召集群臣商议，最终准了北狄的降书，但也提出了条件，北狄必须遣送所有参与劫掠的将领到大楚京城请罪，割让边境2处水草丰美的草原作为赔偿，且10年之内不得再招兵买马，不得与大楚任何官员私通。北狄可汗别无选择，只能全部应下。至此，边境战事彻底平息。开元10年冬，冠军侯率领大军班师回朝，京城百姓万人空巷，夹道欢迎。萧景瑶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到城门迎接，为冠军侯接风洗尘，加官进爵，厚赏3军。这场内忧外患的危机终于彻底化解。经此一役，萧景瑶的皇权愈发稳固，再也无人敢质疑。而我也凭借着督办粮草、改良军械的功绩，让满朝文武再也无人敢说我后宫干
干政，再也无人敢诋毁我不配为后。那些曾经散播的谣言，也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百姓们都称颂我是贤德皇后，是天降的福星，护佑大楚江山。除夕之夜，皇宫里大摆宴席，宴请文武百官和家眷，宫灯璀璨，笙歌不断，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宴席之上，百官纷纷起身，向萧景瑶和我敬酒，称颂帝后同心，开创盛世，功盖千古。萧景瑶牵着我的手，站在高台之上，看着底下俯首称臣的百官，看着殿外漫天的烟火，眼底满是温柔。他对着所有人说：大楚能有今日，皇后将倾居功至伟，这天下是他的，也是他的。百官再次叩首，齐呼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声音响彻整个宫殿，震耳欲聋。我看着身侧的萧景瑶，眼眶微微发热，恍惚间又想起了10年前那口阴冷潮湿的废井。那时的他身处深渊，不见天日；那时的我卑微如尘，朝不保夕。谁能想到10年之后，我们会并肩站在这里，坐拥着万里江山，看着盛世烟火。宴席散后，萧景瑶牵着我的手走在回宫的路上，雪落了下来，纷纷扬扬，染白了宫墙，也染白了我们的发梢。他停下脚步，转身把我拥进怀里，替我拂去肩头的落雪。他低头看着我，轻声问我：现在还觉得当年那半个馒头扔得不值吗？我笑着摇了摇头，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落下一吻。我说值，太值了。我用半个馒头换来了一个爱我如生命的男人，换来了这万里锦绣，盛世安康。他收紧手臂，把我紧紧抱在怀里，在漫天飞雪中低声对我说：青儿，谢谢你，谢谢你当年肯伸手拉我一把，谢谢你做了我一辈子的光。我靠在他怀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笑着说：该说谢谢的人是我，若不是遇见他，我或许早就死在了那座吃人的冷宫里，永远只是一个任人欺凌的小宫女。是他让我在这陌生的古代有了安身立命的底气，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有了爱与被爱的温暖。雪越下越大，却丝毫感觉不到寒冷，因为他的怀抱永远温暖，永远是我的归宿。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又是5年。开元15年，大楚的盛世达到了顶峰，在我和萧景瑶的共同努力下，科举新制彻底推行，寒门子弟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朝堂之上人才济济，风气清明，农业改革大获成功，粮食产量连年翻倍，百姓们丰衣足食，再也没有了饥寒交迫的日子。女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女子也能读书识字，学习技艺，再也不是只能依附男人生存的附属品。孤儿院、养老院遍布各州府，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了真正的太平盛世。后宫之中依旧只有我一人，当年的选妃之事，在柳红谋逆案之后便不了了之了，再也没有大臣敢提让萧景瑶充盈后宫的事。他们都清楚，这位帝王的心从来都只在皇后一人身上，谁也挤不进去。太子萧念也已经13岁了，在我们的教导下，他文武双全，心怀百姓，处事沉稳，颇有明君风范。满朝文武都对这位太子赞不绝口。这年春天，萧景瑶带着我还有太子一起南巡，我们没有大张旗鼓，只带了少量的侍卫和随从，微服私访，看看这天下的烟火人间。我们走过江南的水乡，看白墙黛瓦，小桥流水，看百姓们安居乐业，渔歌唱晚。我们走过田间地头，看金黄的麦浪随风起伏，看农户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们走过州县的女学，看女子们坐在学堂里认真读书，眼神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我们走过养老院和孤儿院，看老人们安享晚年，孩子们嬉笑打闹，一派祥和安宁。每到一处，听到百姓们发自内心的称颂帝后贤明，感念盛世安康，我的心里都满是欣慰。当年我从现代穿越而来，带着对皇权社会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只是凭着心底的那份善良，给了井底的人半个馒头，却没想到这份善良最终开出了漫山遍野的花，温暖了我自己，也照亮了这整个天下。南巡归来的路上，我们路过了当年的冷宫旧址，如今这里早已不是当年那座阴冷破败的牢笼，而是建成了一座女子书院。书院里书声朗朗，朝气蓬勃，全国各地的女子都可以来这里读书学习。我站在书院门口，看着里面那些年轻的姑娘们，脸上带着明媚的笑容，眼里闪着光，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萧景瑶站在我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她说：青儿，你看，你当年想做的事都做到了。我回头看她，笑着点了点头，是啊，都做到了。我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无数女子的命运。我让这吃人的皇宫多了几分人情与温暖，我让这封建的时代多了几分平等与希望。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也洒在这座充满希望的书院里。萧景瑶牵着我的手，缓步往前走，太子萧念跟在我们身后，不紧不慢，前路漫漫，阳光正好。我知道，我和萧景瑶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会一起守着这万里江山，守着这盛世烟火，守着彼此，直到白发苍苍，直到生命尽头。而那份始于冷宫废井的善良与爱意，终将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流传，生生不息。夕阳的余晖漫过书院的朱红门扉，将我们3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萧念顺着我的目光望向学堂内，轻声问我：母后当年在冷宫是不是也盼着这样读书的机会？我指尖轻轻拂过门框上雕刻的兰草纹样，笑着点头说：何止是盼，当年连想都不敢多想。皇权倾轧的深宫里，低贱如尘埃的宫女，命都攥在别人手里，读书识字本就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萧景瑶握紧了我的手，掌心的温度透过衣料传来，带着她独有的能抚平所有不安的安稳。她说：如今有你在，这天下的女子都不必再尝你当年的苦。风穿过书院的庭院，卷起廊下悬挂的竹帘，伴着里面清脆的读书声，轻轻拂过我们的发梢。我看着那些眼里有光的姑娘，忽然想起了当年在冷宫里偷偷塞给我半个馒头的小宫女春桃。当年在那座吃人的冷宫里，她是唯一给过我暖意的人。萧景瑶登基后，我便将她带在了身边，如今她已是这京城女子书院的山长，成了无数寒门女子挣脱枷锁奔赴光明的引路人。正想着，春桃便从书
书院内快步走了出来，见到我们连忙屈膝行礼，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笑意。他早已褪去了当年的怯懦与卑微，一身素色如裙站得笔直，眼里满是从容不迫的坚定与坦荡。我扶他起身，笑着问他书院近来可还顺遂？办学路上有没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难处？春桃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却还是摇了摇头，说一切都好，不敢劳烦帝后为这点小事挂心。萧景瑶一眼便看穿了他的遮掩，沉声开口，有话便直说，朕与皇后给你做主，不必藏着掖着。春桃这才屈膝跪下，声音里带着几分压不住的委屈与愤懑，一五一十道出了近来的难处。原来江南各州的世家大族见女学在京城办得风生水起，便暗中联手阻挠地方女学的开设。他们污蔑女子读书是败坏纲常，有违祖制，煽动乡绅打砸学堂，甚至威胁入学女子及其家人。更有甚者，竟暗中勾结地方官员，克扣朝廷拨给地方女学的银两，让不少刚开的学堂难以为继。春桃说着，从袖中掏出一本厚厚的名册，上面记满了各地女学狱组的详情，字字句句都透着心酸。我接过名册，一页页翻看着，指尖微微发颤，心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堵住，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我以为柳红一党倒台后，世家势力已然瓦解，却没想到他们竟会在这些地方阳奉阴违，暗中使绊。他们可以接受皇权的更迭，却容不得女子挣脱礼教的束缚，容不得这世道有半分超出他们掌控的改变。萧景瑶看着我泛白的指尖，眼底瞬间凝起了刺骨的寒意，周身的气压低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大声。他接过我手中的名册，草草翻了几页，便狠狠攥在了手里。上好的宣纸被他捏得皱成一团。他说，朕当年能清了朝堂上的蛀虫，如今便能清了这天下间阻挠新政、欺压百姓的败类。春桃伏在地上连连叩首，哽咽着谢陛下与皇后为天下女子做主。我扶起春桃，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告诉她不必怕，这女学我不仅要办，还要办遍大楚的每一个州县。当年我能从冷宫的泥沼里爬出来，如今便能护着这天下的女子走出深闺，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那日从书院离开回皇宫的马车上，萧景瑶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曾有半分松开。她见我一路沉默，以为我心中难过，便轻声安抚，说此事全交给她来办，定不会让我受半分委屈。我靠在她的肩头，轻轻摇了摇头，说我不是难过，是庆幸，庆幸我不是孤身一人推着这世道往前走，庆幸这世道的改变从来都不是我一个人的执念。萧景瑶低头在我的额头上落下一个轻柔的吻，说你的执念便是朕的执念，从始至终从未变过。你想让这天下女子都有书可读，有路可走，朕便为你扫平所有障碍，让这世间再无人敢挡你的路。坐在对面的萧念忽然放下了手中的书卷，抬眼看向我们，少年人的眼神里满是不容置疑的坚定。他说，父皇母后，儿臣也愿助母后一臂之力，让女学开遍大楚的每一寸土地。他说，儿臣是太子，未来要继承这江山，更要守好母后为这天下女子挣来的光明与希望。我看着眼前这个13岁的少年，眉眼间既有萧景瑶的沉稳果决，又有一腔柔软仁厚的悲悯之心，眼眶瞬间一热。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好，母后信你，也信这天下的女子终会走出属于自己的坦途。回到皇宫的第2日，萧景瑶便在早朝之上将江南各州阻挠女学之事公之于众。他将那本名册狠狠摔在龙案之上，厉声质问满朝文武，朕推行新政已有10余年，为何还有人敢阳奉阴违？朝堂之上鸦雀无声，众臣纷纷垂首，无人敢接话，更无人敢为那些世家大族辩解半句。萧景瑶当即下了3道圣旨，字字铿锵有力，震得整个金銮殿都仿佛在微微发颤。第1道圣旨，命督察院派出钦差，吩咐江南各州彻查女学狱组一案，凡参与打砸学堂、克扣银两者，无论出身何等世家，一律革职查办，抄没家产。第2道圣旨，将女子入学纳入大楚律例，凡阻挠女子读书识字、损毁学堂者，以违逆圣旨论处，罪同谋逆。第3道圣旨，从国库拨出专项银两，在全国各州县开设官办女学，师资由京城女子书院统一选派，俸禄由朝廷统一发放，不得受地方官府任何掣肘。3道圣旨一下，满朝皆惊，再也无人敢站出来说半句反对之言。他们都清楚，这位帝王从来都是言出必行，谁若是敢在这件事上触他的逆鳞，便只会落得和柳红一样的下场。下朝之后，萧景瑶径直回了交房殿，进门便从身后轻轻抱住了正在整理女学章程的我。他将下巴抵在我的发顶，声音里带着几分笑意，问我皇后娘娘可还满意朕今日的安排。我转过身，环住他的腰，仰头在他唇上落下一吻，笑着说，陛下办事，臣妾自然万分满意。他低笑出声，收紧手臂，将我牢牢拥入怀中，说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朕便会为你铺好所有的路，护你周全。日子一天天过去，钦差从江南传回的消息一桩桩一件件，都印证了地方世家的猖狂与无度。我们顺着女学一案往下查，竟查到江南最大的几个世家不仅联手阻挠新政，还暗中勾结盐商，垄断盐业，贪没了巨额的朝廷税银。萧景瑶雷厉风行，借着此次彻查女学一案，顺藤摸瓜，将江南的世家贪腐案连根拔起，不留一丝余地。一时间，江南官场迎来了一场彻底的大换血，无数贪赃枉法的官员和世家子弟被拿下，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而那些被打砸损毁的女学，在朝廷的扶持下，一一重新修缮开张，入学的女子比之前还要多上数倍。不少曾经被家人以礼教之名阻挠的姑娘，都借着此次圣旨的东风，挣脱了家庭的束缚，昂首挺胸走进了学堂。春桃带着书院的先生们一趟趟往返于京城与江南各州，亲自为地方女学挑选师资，制定课业章程。她常常写信给我，信里写着江南水乡的姑娘们读书的模样，写着她们第一次提笔写字时眼里的光，写着她们说想成为像皇后娘娘一样的人。每次读着这些信，我的心里都满是滚烫的暖意，仿佛看到了无数个曾经的自己，在无边黑暗里终于找到了前行的光。
光。这年秋天，大楚举办了开国以来第一次女子科举，专为女子设立女科，考中者可入女官署任职，也可去往各地女学担任先生。消息一出，天下震动，无数女子从全国各地奔赴京城，只为赴这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会，争一个属于自己的前程。考试那日，萧景瑶陪着我站在贡院的角楼上，看着下面络绎不绝走进考场的姑娘们，她们身着各色衣衫，有的出身名门，有的来自寒门，有的来自烟雨江南，有的来自塞北边疆，却都有着同样坚定明亮的眼神。萧景瑶低头问我，当年你在冷宫往井里扔馒头的时候，可曾想过会有今日这般光景？我笑着摇了摇头，说从未想过。当年我只想在冷宫里活下去，只想让井底那个受尽折磨的人能有一口饱饭吃，能挨过不见天日的日子。我从未想过那份微不足道的善良，竟能在多年以后照亮着整个天下的女子，改变这世道的模样。萧景瑶握紧我的手，指尖摩挲着我的指腹，说不是善良照亮了他们，是你明知自身难保，仍心怀悲悯，是你身处高位，仍不忘底层疾苦，是你给了他们挣脱枷锁，奔赴前路的勇气。风从贡院的庭院里吹过来，带着淡淡的墨香，也带着秋日里独有的桂花香，轻轻拂过我们的脸颊。我看着考场里伏案疾书的姑娘们，忽然想起了10年前那口废井里传来的嘶哑声音，问我是何人。当年我只是一个连自己性命都保不住的冷宫宫女，连明天能不能活着都不知道。如今我站在这里，是大楚的皇后，是无数女子前行路上的点灯人，是能为她们遮风挡雨的靠山。这场女子科举最终录取了312名女子，有状元，有榜眼，有探花，礼数规制和男子科举一般无二。放榜那日，京城万人空巷，百姓们都围在皇榜前，看着榜上的女子名字，议论纷纷，却再也无人说女子读书无用。我在交房殿召见了此次女科的状元，她是个来自江南寒门的姑娘，名叫苏婉，眉眼清亮，一身傲骨，不卑不亢。她跪在我面前，深深叩首说：“民女能有今日，全赖皇后娘娘为天下女子开了先河，民女此生定不负娘娘厚望，为天下女子谋出路。”我扶起她，看着她眼里熠熠生辉的光，笑着说：“不是我给了你们出路，是你们自己凭着一身才学挣来了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而往后的路要靠你们自己一步步踏踏实实的走下去。”苏婉重重的点头，眼里含着热泪，却笑得无比灿烂，像春日里迎着朝阳盛放的花。除夕之夜，皇宫里再次摆起了盛大的宴席，百官齐聚，宫灯璀璨，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宴席之上，新上任的女官们第一次身着官服，站在大殿之中，向帝后行礼，身姿挺拔，不卑不亢。满朝文武看着他们，再也无人敢有半分轻视，纷纷举杯称颂帝后盛名，开创了千古未有之盛举。萧景瑶牵着我的手，站在高台之上，看着底下俯首称臣的百官，看着殿外漫天绽放的烟火，眼底满是化不开的温柔。她低头在我耳边轻声说：“青儿，你看这盛世如你所愿。”我靠在她的肩头，看着漫天绚烂的烟火，看着殿内那些意气风发的女官，看着台下已经长成挺拔少年的萧念，眼眶微微发热。是啊，这盛世终如我所愿。当年冷宫废井里的半个馒头，不仅换来了我与她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相守，更换来了这天下女子的光明前路。烟火在夜空中接连炸开，绚烂夺目，映亮了整个紫禁城，也映亮了我们紧紧相握的手。萧景瑶低头吻上我的唇，在漫天烟火声中一字一句地对我说：“青儿，新年快乐，岁岁年年我们都要在一起。”我笑着回吻她，眼里含着泪，心里却被满满的欢喜与安稳填得严严实实。岁岁年年，朝朝暮暮，有她，有这盛世，有这人间烟火，便足矣。我知道我们的故事不会止于这宫墙之内，我们种下的善念与希望会在这大楚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就像当年那口废井里的微光，终究穿过了层层黑暗，照亮了整个天下。